前一段时间呢，在那个微博里头啊，有个挺热的帖子，这帖子名是一个问题。我说谁能说出来《西游记》的片头曲叫什么名？可能有的人想当然知道，敢问路在何方。对不起，那是片尾曲。哪个片头曲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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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那个片头曲。我问您，这叫什么名？你能说出来吗？我估计电视机前观众差不多100%不会有人说出来叫什么名。这叫什么？叫云宫迅音。迅速的迅，云宫迅音。虽然说这个你不知道叫啥名，但是你耳边一听起来，哒哒咚咚，哒哒咚咚，你就想起那个猪八戒一搂搂空了。孙悟空那形象，大家一下能想到《西游记》的全名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电视剧里一些耳熟能详的东西，无论过多少年，你一听忘不了。咱们今天给大伙说什么呢？西游、三国、水浒、红楼，中国4大古典名著拍的最早的电视连续剧里边歌曲的故事，我估计每一首歌都跟扎心扎肺似的，你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有西游中师徒4人旅途的坎坷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；有三国里历史的沧桑，好汉歌；有水浒中绿林好汉的豪爽气，枉凝眉；里有红楼儿女的相思情。不过这些精准的主题曲在创作时都颇费心血。您知道单单一曲《枉凝眉》为何写了1年多？《西游记》序曲又是如何让作者夜不能寐？咱们从哪儿说起呢？4大古典名著中央电视台拍摄顺序：先拍《西游记》，再拍《红楼梦》，然后《三国》，最后《水浒》，这是这个顺序。咱们先从《西游记》说起，从哪儿说？就从刚才咱们说这咚咚哒哒咚咚这个云宫迅音说起。这个曲的作者叫许镜清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头所有的曲子都是许镜清做的，所有的词都是严肃做的。咱们先说许镜清作这云宫迅音这个曲子，你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奇怪的，可是当年这个曲子老前卫了。在80年代听里头，你这个懂音乐的朋友一听，里头有电吉他，有电子鼓、竖琴呐、小号啊都有。它这里头用了7、8样以上的乐器，就特别复杂。再有一个，那时候就电声乐器，在当时作曲界里头极少使用，就还没到那程度，许镜清就做出了这么一首曲子。他的灵感从哪儿来呢？这得说和导演之间的博弈。导演呢，杨洁、杨导，女的在这个许镜清之前呢，杨导换了多少呢？换了7个作品，都不满意。但问题是呢，换到许镜清第8个了。许镜清问说：“杨导，你想要什么音乐？”杨洁就告诉他：“我给你俩字儿，随便，你先弄着。”这随便太难了，把许镜清弄得发懵。你说你怎么写？你光写孙悟空那不对，那还有另外那些人怎么办？你写天上的，不对，地下还有，水下水里还有呢，对不对？这太繁杂了，你怎么写都不行。而且导演杨洁催你赶紧创作啊，我还指着你创作完了，通过他剪片头呢。为什么？乐曲出来你知道咚咚咚，这时候才让孙悟空、猪八戒按照这个乐曲的节奏剪片头。我的妈，脑子里乱成一锅粥，怎么办？迷迷瞪瞪的这么3、4天功夫没定下来。有一天呢，午睡半睡不睡的呢，赶上什么呢？他门口有工地，那工地上工人不打饭吗？回来中午没事儿，吃完饭在那几个人聊天的时候，拿筷子敲饭盆儿，噔噔噔噔，一下子触发他灵感了。他根据这个，兄弟应该就这种跳跃性吼吧，起来之后噼里啪啦就写完了。所以这曲子你看起来好像挺复杂，就是那么瞬间的灵感创造出来的。一个工人敲饭盆触发了他的灵感，所以这叫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那么其他的音乐也是如此。你看他跟严肃合作，天竺少女是谁？这是他俩合作的。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，这也他合作的。中间只有一个插头，就我刚才说所有的词都严肃写的，唯有一首歌出现了2个版本。一个版本是严肃写的词，另一个版本是导演杨洁天的词。哪首歌？
女儿国》那首歌。这个版本是杨洁导演填的词，当初严肃填词的版本是什么呢？电视剧里也有，我一唱你就能想起来。先这个版本是严肃填词，为什么会出现导演直接捉刀填词呢？这是因为啊，许镜清做完这个《女儿国》这曲子了，也是按照杨导演说的，就把女儿国国王怎么美啊，这唐僧你怎么不理我呀，我难受啊，要这个。我身为女皇，饱享荣华富贵，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。今日哥哥到此，真乃天赐良缘。哥哥，你写出之后呢，严肃也添了词了。这时候杨导演问，怎么样了？这歌挺关键的，我在这里头有很多镜头呢，这是打电话。行，就说写好了。这个曲做的我觉得挺满意，词言老写得更好，我给你唱一遍。相见难别，唱半天。杨洁说你别唱了，太难听了，不好听。当时许镜清说，为什么杨导不好听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哦，明白了，虽然他觉得自己曲子做得不错，词也不错，我唱的呀，我不是专业歌手，当然不好听了。这么的吧，杨导你到录音棚来听来。他找了当时东方歌舞团一个独唱演员叫吴静，唱这首严肃作词，他作曲的这《女儿国》，这杨洁来一听，哦，这回听不错，看来刚才难听是因为你唱的难听，而且这触发了杨洁的灵感，说这个词呢，相见难，别亦难，难诉我心中语万千。这个词呢挺深情的，但是呢不是完全从女儿国国王那个角度，不够哀怨。这杨洁自己提笔填词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与我意中人，耳紧相随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这是完全从女儿国国王的角度，就这么他添了这么一首词。所以《西游记》所有歌里头，只有这个歌的一个版本不是严肃作词，剩下都是严肃作词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些歌曲不是一帆风顺的出台。一开始片头《云宫迅音》出来之后，北京日报连续3天发表文章批评《西游记》的音乐。为什么？说这《西游记》啊，它是传统文化，传统文化里怎么能搁电声呢？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。你看那时候人思维不够开放，艺术上的美它是穿越时代的，但很多人不理解。而且当时很有意思的是呢，许镜清呢把《敢问路在何方》的词和曲啊都寄给一家杂志社了，结果让杂志社给退稿了，说你这歌词里有精神污染，你还上纲上线，所以后来就这些歌差点就让领导给拿下。这个时候多亏导演杨洁，杨洁当时在安徽九华山接着拍《西游记》后边的，他给台领导写了这么一封信，其实就随便搁张纸写的，给台领导说，如果艺术上是我来负责，那么请台领导不要插手，我认为这行。如果这艺术上是由领导负责，那好，我把片子拍完拿回去你们剪去。这番话隔了这么些年，我都得挑大拇哥。干业务的人要有这样的硬气。所以说当时正是杨洁的力挺，才使这些音乐留下来。所以我说许镜清啊，他得感谢杨洁，没有杨洁力挺，这些音乐可能今天我们都听不到了，也就不会耳朵眼里有这么多的经典。所以我们说这是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之后呢，拍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的导演呢是王福林，当时作曲找的谁呢？大作曲家王丽萍。王丽萍名气特别大，当时已经你看少林这是他的。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海就是我故乡，这也是他的。明媚的夏日里，天空这太阳岛上，这都王丽萍的。王丽萍当时作曲名气已经很大了，可是这么大腕，他做《红楼梦》的曲子不是人家请他，是他主动请缨。我来吧，怎么回事呢？当时这个王丽萍呢，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音乐编辑合作，要给他出专辑。这位音乐编辑呢，就是王福林的爱人。一聊说，我爱人呢现在拍《红楼梦》，王丽萍对《红楼梦》很感兴趣，说这样啊，我对这个小说我看过多少遍了，能不能让我来作曲啊？这个妹妹我见过。又胡说了，你怎么能见过她呢？虽然没见过，却看着面善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。妹妹尊名是哪2个字？黛玉。黛，这《红楼梦》在4大古典名著里排位第1，
啊，才子书啊，你试试吧，找几个红学家来，干嘛呢？来，王丽萍，你不说你熟悉《红楼梦》吗？你给几个红学家讲讲你怎么理解《红楼梦》。我的妈，多吓人呐！几个红学家板着脸孔在那儿，你说吧，你怎么理解《红楼梦》？当红学家面前谈《红楼梦》怎么的，这王丽萍心里很忐忑，还做了功课，跟红学家说了半天，这几个红学家总说行，这作曲家也就还算懂红楼吧，让他试试吧。就这么着，作曲任务呢落到王丽萍。王丽萍当时说服几个红学家，说我作曲的风格8个字叫满腹惆怅，无限感慨。这确实是《红楼梦》。其实你看完了挺憋屈，但是这个憋屈还不是单纯的沮丧，这里头东西很厚重，不光是情感，还有历史的大事儿啊、人情世故啊，很复杂的。所以满腹惆怅，无限感慨，基本符合《红楼梦》的路。你看里头很有名的一首歌《葬花吟》，林黛玉呢，1年360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啊，一朝漂泊难寻觅。她就是照着这种满腹惆怅、无限感慨做的，所以她这种想法是对的。那么写着写着呢，这乐曲真有点费劲了，因为她不断地翻原著，再重新看。她发现原来看《红楼梦》啊，好多地方没注意，这为了作曲犄角旮旯都找到了。她确立了一个原则，我作曲就行了。为什么所有的词咱不单找人写词都用曹雪芹原来的词？因为《红楼梦》诗词，说实在，我打小就会背100多首，那时候基本都会背。就是《红楼梦》的诗词，我们把《红楼梦》这书都去掉，曹雪芹就凭这诗词，在清朝时候的诗人里都能排进前5，都能接近纳兰容若的水平。就说这写得非常漂亮。王丽萍用这些词来编曲，你像《葬花吟》用了多长时间写这曲子？用了1年09个月。他总共用了4年时间才算把这个《红楼梦》所有作曲完成。你看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说，字字看来皆是血，10年辛苦不寻常。王丽萍这作曲堪与曹雪芹写作相比，而且这个写作过程当中，作曲啊非常辛苦。你看这里头最终的主题曲，我们知道主题曲牵挂怎么确立的，说一开始用哪首诗词来做主题曲的词，当时有人说就用曹雪芹自个儿的吧，满腹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这是唯一一个曹雪芹以第一人称写的，探讨来探讨去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这首诗里只是写作者的感受，没有揭示《红楼梦》这个主题是啥。宝黛钗3人的爱情纠葛，所以最后想来想去定下来用枉凝眉啊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，一个水中月，一个镜中花。哎，怎经得秋流到冬，经冬流到夏。那这个正好把宝玉、黛玉、宝钗感情纠葛写出来，就这么最终确定这个。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寻找啊、探索呀、博弈的过程。说完《红楼梦》，往下《三国演义》，这咱们是按时间顺序。《三国演义》呢，导演也是王扶林。这王扶林琢磨，三国和红楼不一样，红楼是女人戏啊，里边男的少；三国是男人戏，里边女人少。那么这个男人戏，那得老爷们来作词作曲。结果恰恰相反，男人戏最后是女人作词作曲，而且这女人，这2个作词作曲都已经到60岁了。一个是作曲的古建芬，那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泰山北斗；另外一位老人是王健，中国音乐协会的。这2人承担作词作曲。那么古建芬开始接手创作的就是片头这个，大家都熟悉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杨洪基老师唱的滚滚长江。他这种男中音很浑厚，所以杨洪基凭借这歌火了。你看这里头作词作曲还有意思呢。宴桃园豪杰3结义，刘关张在桃园结拜。这一拜，当时拍这段戏的时候，刘关张这3个演员在为了能够让他们仨有情绪，放的就是这一拜的歌。这歌已经做好了，所以你回头你看这画面特有意思，就跟 MTV 一样，就3个人结拜，这一拜就在音乐那点上，
那不是说演员这个就按照这儿，而是先有音乐后有表演，我就按照这一拜的节奏来。当然这个片尾曲《历史的天空》，毛阿敏唱的也好啊，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那是很厚重的一个歌。所以三国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古剑分王剑，最后一个水浒好汉歌一开始可不是刘欢唱的，他找了摇滚歌手唱，山东当地的这摇滚歌手口音还重，一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山东快书了，屌了个屌，变这个那，这匪气太重不行，换来换去的是刘欢嗓子好，把刘欢找来。刘欢唱时候也揣摩，我不能全按我以前那种方法唱遥远的夜空，那不行，得改，把这豪迈劲唱出来，而且还得加上那么点戏曲的感觉。所以你注意听，刘欢这回唱也多少有那么点山东的味儿。说这歌刘欢录完的好汉歌好，所以最后定下来，前30集这曲子呢用好汉歌，后30集用天时地利人和。为啥？前30集怎么聚义上梁山，非常豪迈的，后30集啊，招安以后走下坡路了，征方腊，损兵折将，破辽国，徒劳无功。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呢更加厚重，能扣得住。所以这是4大古典名著他歌曲创作的大致故事。那么这里头你要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，我是很喜欢《三国演义》的片尾曲，就那历史的天空。这我可以讲一个我身上发生的事。前几年呢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演关羽那位叫陆树铭，我们管叫大陆胡子啥的，真像关公，他母亲85大寿在北京办，找我呢去参加，我们挺熟去了。在我们这主桌上呢，坐的是谁呢？当年演张飞的李静飞，演这个刘备的孙彦军啊，演赵云的这个张山，还有这个唱主题曲的杨洪基老师。我们这些都老朋友聚会，有好多年没见了。完了，我这不是他母亲做寿，我上去讲2句吧。我说和这些人见面，咱们见得少，老朋友见面，心情很激动。我想起了历史的天空的片尾曲，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淹没了荒城古道，荒芜了烽火边城。岁月啊，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。我在朗读这个的时候，现场那个 DJ 都配上这音乐，很多人哭了。年岁大了，一听这个，哎呀，岁月，很感慨。我就说古建芬老师和王健老师，他们做这个歌的时候，这绝不是仅仅读原著能读出来，还有大量的人生感悟，对岁月流逝的感慨。所以咱们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毛阿敏演唱的这个历史的天空。我们解读《西游记》啊，说完了这个唐僧几个人，再说说这妖怪。妖怪说完了，咱们就得说比妖怪高得多的人，神仙。你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里神仙谁厉害呢？太上老君啊，玉皇大帝啊，观音菩萨，如来佛祖。但咱们今天说这位和他们不一样，这个人很低调，而且很神秘，也没什么绯闻。在这里出现一回，展示了令人恐怖的实力之后，再就没出来过。谁？地仙之祖镇元子，就是武装观种人参果那位。孙悟空跟他一交手，一个回合就让人灭了，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而且他跟孙悟空拜了把兄弟了，后来还把人参果树救活了。之后再往后，这个镇元子在《西游记》里就没再露面，显得很神秘。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特别神秘的镇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镇元大仙是地仙之祖，道术深厚精深，连观世音菩萨也让他3分。他种的人参果9000年成熟一次，闻一闻人参果就能活360岁，吃一颗就能活47000年。具有这样的硬实力、硬资源，为什么只客串了1集？他到底在这神仙圈子里拥有怎样的地位呢？镇元子，你要从他的这个职业特征上看呢，这也就是个方外修道之士，基本的职业就是果农种人参果嘛。而且你看那些爱好，就经常啊听听神仙讲课呀，搞个培训班，好干这个事儿。镇元子叫地仙之祖，你注意，《西游记》里能称得上祖的就这么3位，
太上老君那是道家之祖，如来是佛祖，镇元子是地仙之祖。能叫到这个级别的，那不用问，地位得相当高。而且镇元子特别低调，他可没到处吹我这儿地仙之祖，不像孙悟空，跟哪个妖怪都说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候，拿这挂在嘴边，那说明孙悟空有点底虚。他不，你看现实中也是，如果有人总跟你说我哥是谁，哎，我舅舅谁，我姐夫干嘛，那不用问，他实力不行，他实力要行，还用提这些人吗？所以孙悟空跟镇元子一比，那底就虚多了。人镇元子没跟任何人说我地仙之祖，那他这个辈分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？《西游记》是借旁人之口体现的，就是说唐僧师徒4人呢，经过武装观的时候，八戒赶巧了，镇元子不在观里待着，他干嘛呢？去听这个元始天尊讲课去了。就那有个培训班，高级 MBA， 他去上课去了。上课呢，就临走时候告诉2个道童啊，这个有唐僧师徒啊从这儿过，哎，你到时候呢得好好招待招待他。就这么唐僧师徒来了。一进这武装观啊，老道的庙啊，这佛道不是一道吗？一看这老道住的地方，再进到大堂一看呢，香火供奉，中间就俩字儿，没有什么神像，天地武装观，真是福地洞天呐。可是2位仙童为何不供养3清4帝、罗天诸神，只将天地2字供奉香火呀？哈哈，不瞒师傅说，3清4帝是我家师傅的朋友，9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，所以供养不得。说白了，您说那几位3清4帝，我们师傅朋友9曜元辰，这都师傅晚辈。说你看我们供着天地，天受得了我们香火，这地还不一定受得了呢。为啥？他地仙之祖。所以通过这俩道童介绍，把镇元子这个牛劲一下就给凸显了。后来你看这个孙悟空把人参果树弄翻了要跑，人镇元子回来交手，1个回合师徒4人都拿下。你这个泼猴，你瞒谁呢？你打倒我人参果树，连夜逃在这里，还不招认，趁早还我树来。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，而且后来逼着孙悟空，你得把我果树救活了。孙悟空各处找人去，就找到海外仙山，找神仙吗？找谁呢？蓬莱、方丈、瀛洲3个岛上有3个神仙，福星、禄星、寿星。不瞒老弟，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，出了点小事儿啊！哈哈哈，你这猴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？哈哈哈，偷吃了算的什么啊？什么算的什么？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，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！大圣哎，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啊，断根啊，他把它弄断了。哎呀，大圣，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？正是，你好冒失啊！哎，大圣，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，神通广大，你毁了他的仙术，他岂肯甘休啊？这仨老头啊，跟孙悟空说番话，说你得得罪谁了？镇元子。哎呀，你这泼猴，如此不识人。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我等是神仙之中，你虽得天仙，但乃太乙散术，未入真柳，怎么能拖得他手呢？那么这段话里头就等于向我们解释了地仙、神仙、天仙都什么意思。这过去中国道教有本书叫《中吕传道集》，啥意思？中是钟离权，吕是吕洞宾，八仙里2位。中吕传道集这里头就解释了什么是地仙，你看统称叫神仙，但是各有所指。它是按照下中上来的。地仙是什么呢？凡人修炼到长生不老了，但是练出长生不老了，可升不了天，只能在地上待着，这叫地仙。你现妖魔鬼怪有不少得道的，都是地仙。神仙是什么呢？这地仙修炼级别高了，我不屑于在人间待着，我干嘛？到海外仙山上待着去。天仙是什么呢？一直在仙山和天上待着，偶尔到人间来一回，搞个基层调研，然后再接着回去宅着，要不给皇上当官，给玉皇大帝当官。这位地仙、神仙
天仙它是有区分的。说为什么说孙悟空叫虽得天仙，但是乃太乙散术，未入真流呢？这就当年的孙悟空猴嘛，师傅跟着菩提祖师修炼，他是地仙师傅。后来呢，玉皇大帝招安他，让太白金星给带上天了，封他个弼马温。弼马温要搁现在说呀，也就是个股级干部，连副科级都到不了，所以他不算真入真流，他还是个地仙的身子。所以镇元子为地仙之祖，当然就能管着他。这泼猴倒敢是那事儿，好做敢当，嘿嘿嘿，那打他30鞭太少了。所以这镇元子牛在他这个来历，当然他更牛的是他掌握着特别宝贵的资源。人参果，你可别小瞧人参果。在这个《西游记》里头，你会发现这吴承恩对长生不老4个字是最重视的。孙悟空刚见菩提祖师，菩提祖师说我能教你能耐，孙悟空头一句就是可得长生，就能不能长生不老。他为什么千辛万苦跑到灵台、方寸山、斜月3星洞找菩提老祖学能耐呢？他领着这花果山猴子猴孙在这吃喝玩乐呢，突然有个老猴躺那儿死了。大王该死了大王他死了，他乃年老体衰，气绝身亡。我等无有长生之术，日后也不免于死啊。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？是啊，不免于死，不免于死。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。所以就是孙悟空学能耐，一开始就想长生不老。所以这长生不老是《西游记》里头重点追求的一个事儿。那么长生不老的资源有哪些呢？其实就有数那么几样，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丹，一个是王母娘娘的蟠桃，再一个是传说中的唐僧肉。说吃了长生不老，谁也没吃着，你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。再一个剩下为数不多的就是武装观的人参果。你看它这个长生不老，这各有各道。为什么神仙非要长生不老呢？你那么想，镇元子地仙之祖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他凭什么和这3清4帝就能成为朋友呢？这3清4帝都是打开天辟地就有的。何为3清呢？3清指的这个是太清道德天尊、老子、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。4帝呢是玉皇大帝、天皇大帝、太皇大帝、后土娘娘。说白了，3清是宗教领袖，4帝是行政长官，这最高级别的了。说镇元子凭什么能和这几位都混到一块儿呢？最主要原因，他长寿，只有长寿，他才能积攒道行，才能修炼出来，才能和这些人称兄道弟。如果你要不长寿，很快死了再转世的，谁还认识你啊？另一辈的人了。那么镇元子凭什么长寿呢？他掌握人参果，长生不老，所以这个长生不老是神仙特别重要的资源。这个镇元子掌握人参果的重要资源，这资源不差，咱看那几种就知道。咱就说太上老君金丹，这个金丹炼法很复杂，整个炼丹炉，太上老君一个人使俩帮手，2小孩造铜，呼哒哒扇风炼。这在你那么想，一个老头2小孩在这炼丹，再使大进产量能多少？没多少产量，所以它是道家的稀缺资源。你再看蟠桃，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孙悟空一上天管蟠桃园那个土地神，小矮个白胡子老头大圣，这前面的1200株，3000年一熟啊，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。大圣你看，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。大圣说，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。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，人吃了以后，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。你看长生不老，天地同寿，神仙你不吃这玩意儿也不行。所以玉皇大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，哪个神仙不听我的？得，我不给你吃蟠桃，我最好弄死你。可是这蟠桃你这么琢磨琢磨，数量不够啊。地仙不断有修炼上来的，上头神仙都等于公务员，进了这编制就不出来了，你给不给？所以说这蟠桃数量不够。那好，我就得捏住，你听我的，我给你吃；不听我的，不给你吃，让你饿死。不行，给你贬下界，6道轮回，你转世投胎去吧。
所以玉皇大帝是扣着蟠桃这个重要资源。你再看唐僧肉，这玩意儿都没谱的事儿。《西游记》里谁说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的？夫人大喜事，大喜事啊！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，好吃了唐僧肉，益寿又延年。都说妖怪怎么的？问题妖怪哪知道的？无非是如来佛放出风来了，吃唐僧肉长生不老，让这些妖怪奔唐僧使劲，增加唐僧9981劫难。这个数量其实好使不好使难说。再者说，就算真吃了唐僧肉，唐僧肉吃完就没了，不能让你吃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传说中龙肝凤胆似的，说什么最好吃龙肝凤胆，为什么呢？你没见过，所以它最好吃。什么最吓人？鬼最吓人，你也没见过鬼，所以唐僧肉可望不可及，而且吃完了就没了。所以刚才我说太上老君金丹产量太小，蟠桃要分享的人太多，唐僧可望不可及，这三样你再和人参果一比，劣势就看出来。人参果什么特点呢？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，再3000年才得成熟啊，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，才30个，鼻子嗅一嗅，能活360，吃上一个鲜，能活47000年呐，功效非常大。有人说那不如蟠桃啊，人参果就一棵树，1万年就结30个果，但你别忘了，这30个果是人家镇元子一人的，蟠桃再多是天底下所有神仙的。所以你要讲稀缺资源，那镇元子这好，自个儿说了算呢。我说给谁给谁，我说教人，我自个儿说了算。而且我这也不用修炼，真要到点不行了，吃个人参果延47000年，然后我再游山玩水，他等于自己修炼，他特别省事儿。所以福禄寿3星羡慕，你看人家那资源咱不行，所以他有这个呢，有恃无恐，一天游山玩水啊，还听课去。这不孙悟空他们几个来了，老头呢上天听元始天尊课去，走时候告诉道童好好招待他，今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路过我关，他是我的故人，你们可再打下2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，表我敬意。据师父，我们是太乙玄门，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？道童纳闷说，师父这不对吧，咱们是道家呀，唐僧他们是佛家呀，咱招待他干嘛呀？佛道不同谋啊。镇元子说，你不知道啊，当年呢，如来佛祖搞玉兰盆会。什么叫玉兰盆会呢？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典，他一个道家跑佛教那开盛典去，你说他这得多有闲心吧？游山玩水嘛，我到那儿听课去了。我镇元子说，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，那我都学啊，我去那儿了。这个唐僧是谁呢？他的前世是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子，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，如来佛的第2个徒弟。500年前我和他在玉兰盆会上相识，所以称他为故人。我当年参加玉兰盆会的时候呢，佛祖二弟子金蝉子给我倒过茶啊，您来了，充当接待员给我倒过茶，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面之缘。他10倍投胎到唐僧这儿，来人从我这儿走，我得尽尽地主之谊。人当年伺候过我吗？就这么告诉那个道童，等这个唐僧来了呀，你到后院到人参果树上呢，打下2个人参果来给唐僧吃，可别给他几个徒弟啊，就给他俩。道童说好吧，唐僧来了，然后这俩道童打下来给唐僧拿过来。师父我武装灌土辟山荒，只有土一素果2枚，献给师父解渴，师父请。啊，善哉善哉，今年五谷丰登，你这惯例怎么还要吃人呢？善哉后面一看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时不得时不得，罪过罪过。出家人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怎么能犯这个戒？人家不吃这俩。道童回来一看，肉眼凡胎不认识，他不吃搁一会儿，这也搁不住啊。那会儿也没冰箱，咱俩吃了吧。他俩给吃了，结果呢，隔墙有耳。猪八戒呢，鼻子什么闻不着，东西好。一看俩道童把猪八戒给馋的，回来他就挑唆猴哥啊，给咱师父吃。咱师父不知道不吃，咱俩道童吃了。
还说咱们不识货，我这被糟践一通。完了，你齐天大圣啊，你这糟践，你哪受得了啊？孙猴就急了，什么人参果、沙僧坏啊，他不挑唆孙悟空，他在旁边浇油啊。那人参果神妙无比啊！我在天上做卷帘大将的时候啊，海外诸仙把这个当作礼品敬献王母娘娘，我也曾见过，但不曾吃过。你琢磨，那边猪八戒刺激孙悟空，这边沙僧勾搭馋虫，孙悟空哪是能消停待住？人一天不打上房揭瓦，哈哈哈！师兄啊，哎，你手脚麻利，哎，你弄2个，咱们尝尝啊。师兄好，师兄你弄2个吧。师兄啊，师兄你去吧。师兄好，你等着。哎，结果最后惹祸了，把人参果树都给推了，他不镇元子回来收拾他吗？哎，交手1回合就把他打下了。哈哈哈，孙悟空，哎，我知道你的本事啊，也听说过你的英名，今天你再有本事也逃不过我的手去。就是见了如来佛祖，也得还我人参果树。说我也知你孙悟空神通广大，我也弄不死你，但是我扣住你师傅，扣住你没问题。你要想解这个危难，你赶紧你给我找人把我这树弄好，这不就这么？孙悟空一看真弄不过，镇元子打不过他，没招了，到处找人。这不找到福禄寿3星，告诉他这是地仙之祖。大圣莫急，哼，大圣自往别处寻，方待我前往武庄观给你说个情，宽限几日，你看如何？哦，哈哈哈，有劳各位，感激了，哈哈哈。你以为这哥仨是热心肠，无非借这个机会跟镇元子攀亲，找这个机会结交资源，还找不着呢，正有这机会，去吧。最后找一圈，谁解决不了？得找老大，去找观音菩萨。悟空，唐僧走到何处了？走到万寿山武庄观了。你干什么来了？启禀菩萨，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，师父被逐，武庄观我们走不了了。观音菩萨是孙悟空硬靠山。观音菩萨一听这信，哎呦，也挺挠头，这手拿着净瓶，这手一掐，摆个 OK 的姿势。你看观音菩萨 OK 的，你这泼猴，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，连我都让他3分，你如何敢惹他？意思地仙镇元子不好惹。完了，观音到这儿来，用净瓶里的神水把这人参果树弄起来，然后呢打下10颗人参果，款待各位，弄个皆大欢喜。所以从我刚才说这些事儿，以及咱讲述这过程，你会发现，如果说《西游记》里头神仙里头真有那么几个狠角色，那镇元子是当之无愧的一个